2025最新美国恐怖片恐怖游戏来了，您见过这种恐怖的游戏 APP 吗？且听精彩娓娓道来。话说一款招魂直播竞赛游戏风靡网上，一般是4人一组参与这个游戏，凡是现场招魂出来的鬼魂会得到广大网友的投票，凡是获胜者每人将会得到30万美刀的奖励，也就是说4人一共能得到120万美刀的奖金。哎呀，这个游戏不但恐怖而且很好玩。画面一转，这是一栋鬼屋，到处都是血迹斑斑，看着都阴森可怕。鬼魂在屋里乱窜，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那么就要从3天前讲起。一辆豪华野马跑车在乡间公路上奔驰，车上坐着3名靓女，开车的摩根，坐在右驾驶位的是小美，而坐在最后的是茱莉亚。不久他们发现谷歌地图无法使用，导致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去那个废弃的旅馆。据说那个旅馆闹鬼，这次他们就是要去那里参加招魂游戏直播，想赢得奖金。他们就算停下来也不忘了拍摄小视频，然而茱莉亚却一直在车上没有下来。正说着，摩根才发现车子快没有汽油了。更巧的是，小美竟然看见不远处的路边有一座加油站，问题是她印象中之前那里还是空地啊。她也觉得莫名其妙，摩根就要去加油。然而令人惊讶的事情出现了，茱莉亚竟然消失了。哇塞，她竟然是阿飘。看样子摩根和小美完全不知道茱莉亚的鬼魂在一直跟着他们。两人很快来到了加油站，工作人员老卡穿着很奇怪，而且告诉他们这里没有汽油可加。他对摩根的这部跑车非常感兴趣，因为他从未见过这款跑车，摸了又摸，感觉遇见了宝贝似的。摩根就问老卡是否知道附近那个废弃的旅馆在什么位置，老卡就告诉了他们具体方向。摩根和小美高兴的赶紧上车。就在这时，阿杰带着小黑来到这里，他们是跟小乔他们组队玩那个招魂直播游戏的。然后4人在阿杰带领之下，很快就来到了那座废弃的旅馆门前，大家纷纷下车自拍。其实阿杰有点喜欢摩根的，两人在眉目传情。很快阿杰发现大门紧闭，他不得不使出吃奶的劲，硬是把房门强行推开。哇塞，里面的灰尘在空气中荡漾。4人一边拍着小视频，一边好奇地翻看着那些物品。他们要在这里待上2晚，根据游戏的规则，他们要做2次招魂才达标。这个地方是小黑发掘出来的，他很是得意。摩根手贱得很，还弹了一下钢琴，没想到还有琴声发出，4人就开心地自拍。Oh my gosh. Please just tell me that's like some old pipes or something. Oh yeah, that's some old pipes or something. 没想到真有怪异的动静冒出来，4人比较开心，看样子没有来错地方。摩根正在往客厅走，他眼睁睁地看见了客厅被拉长，摩根这次有点害怕，于是阿杰就打头阵。然而他们却没有看见，在角落里站着一个老鬼。接着他们来到一间大套房，里面有个梳妆台。摩根最喜欢这些东东了，立马坐到镜子的前面，他拿起桌子上的梳子。I don't think anyone has stepped into this room for years. What the hell are you doing, man? Put that back right now. I said, put it down right now. No, wait. 弄了半天，他是这座酒店的管理员梅姨。阿杰就介绍了他们来这里的目的，没想到梅姨根本不知道社交媒体是什么，更不知道手机上 APP 游戏是什么。不过招魂的事情倒是听明白了，梅姨觉得4人肯定是吸了面粉，否则不会这么的疯狂。随后给他们安排了2间房过夜，并且提醒他们这里的鬼魂很恶毒的。安顿好以后，小美对招魂的事情将信将疑，她表示如果真是这样，能把茱莉亚的鬼魂召唤出来就好了。她非常的想念茱莉亚，他们3人是玩的最好的朋友。摩根就开解小美，毕竟茱莉亚因为醉酒而死于意外窒息。然而小美对茱莉亚的死还是有很多的疑点，她觉得茱莉亚不可能会这样死去，她对自己有些自责，要是那晚她不提前走了，就会在茱莉亚的身边，那样茱莉亚就不会发生意外了。在另一间房，阿杰就在那里吐槽本地的手机网络运营商是多么的差劲，然后就去4周观察一下，而小黑就留下来把所带的卫星上网设备开启，以便晚上能够实时网络直播，顺便还录制了一个小视频。 Man, if you want to be haunted, tune in tonight. First seance, baby. 没错，有个阿飘就在这间房。与此同时，阿杰嘻嘻哈哈的在楼道观望。
阿杰吓懵逼了。不过他冷静以后，觉得自己是遇见鬼了，但是嘴巴上还不承认，就说自己也没有看清楚。几个小时以后，小黑把卫星上网设备连接成功，大家又在那里开心的直播。随后大家围坐在大桌子旁，3个人的手机和小黑的电脑，打开那个恐怖游戏的直播 APP， 倒数5个数，游戏正式开始。每个人先是跟网友互动一下，梅在门外偷窥着，而那只神秘的鬼以及茱莉亚的鬼魂在附近闪现。接着通灵正式开始，先是4人把手牵在一起，小黑念起了游戏中的所谓的招魂咒语。 Spirits of the underworld, hear us. We summon you. By the power of the ultimate source of universal energy, Metaxu, we call on you. Come forward now. Reveal yourselves. We call on you. Come forward now. Reveal yourselves. Metaxu. 渐渐有100万的网友在围观，4人越念咒语越激动。突然四周出现异响，哇塞！传送门被4人打开了，冒出了一只阿飘。他警告这里所有的人，没有一个人能离开这里，然后就消失了。虽然4人被吓到了，但是直播的效果非常的棒。直播数据显示一共有5000万次的浏览量，这绝对够疯狂的。评论量蜂拥而至，很多人质疑这是假的，是他们做出来的特效。阿杰就在屏幕前发誓这是100%真实的。摩根激动地表示，明晚再来一次通灵游戏。他接着表示也不知道明晚会看见什么。他们一退出游戏，摩根就疯狂地搂住阿杰吻起来，因为他们知道这次一定能得到奖金。但是小美保持着清醒，她认为这样下去是很危险的。可是其他3人也没心思听小美，都沉浸在即将获胜的喜悦之中。小美生气地走了，阿杰就带着摩根去到一间房幽会。2人正在做健身的时候，一个老鬼正拿着怀表记录2人健身的时长。看样子这个老鬼生前也是个大变态。到了后半夜，摩根回到客房休息，自然就把小美吵醒。2人就在为通灵的时候把鬼叫出来而发生争执。小美的意思是明早就必须离开这里，而摩根坚持要拿到奖金再走。别看是摩根开着豪车，其实那是租来的。他出身低微，家里没有矿，而且大学的成绩又不好，现在住在破旧的地下室。他不靠这个机会赚钱，他就永远没有这个可能性。而小美就不同了，她的条件样样都很好。这番话语打动了小美，于是她也就答应明晚再做一次招魂游戏，因为这个游戏必须是4人组队才行，缺一不可。到了后半夜，摩根被茱莉亚的鬼魂叫醒，他警告小美这不是游戏，然后转身就走了。小美就在后面尾随着。终于茱莉亚在一间空房里停了下来，她告诉小美自己是被人摁在水里淹死的，凶手就在3人当中。说完就消失了。到了第2天的早上，小美还在床上说着胡话，然后被摩根叫醒。原来之前都是茱莉亚托梦给她，现在他就想知道小美是被谁杀的。摩根当然也不知道，因为警察已经定性那是一个意外。2人大吵一架，随后2人就出去吃早餐，但是2人还是不对付，于是小美就不吃了，去旁边散步。她看见梅在弹着吉他，就停下来跟梅说话。几秒之后，阿杰就好奇地走过来问小美在干什么。瞬间小美发现梅消失了。阿杰表示那张椅子上根本没有人。更加奇怪的是，阿杰竟然靠近了小美，这个距离就有点太近。小美就警告阿杰退后几步，然后质问他是否杀了茱莉亚，因为小美在那天晚上的派对中看见了阿杰在挑逗茱莉亚，但是被茱莉亚拒绝。接着警告阿杰不要伤害摩根。 Maybe I'll hurt you. Okay, I'm just kidding. Besides, what if I wanted you? That doesn't matter. You asshole. Damn it, Morgan. 哎呀，这下阿杰丑态完全暴露无遗。大乔生气地走开，这下4人乱成一锅粥。大乔和小美就要收拾行李走人，阿杰就冲进来不准他们离开，然后把房门反锁。渐渐门外的阿杰仿佛是被诅咒黑化，因为这所房子本身就自带一种诅咒。这次是瞄上了本质就不好的阿杰。屋内的小黑他们就想着破窗而走，于是小黑挥舞拳头把玻璃砸碎。 You guys seeing this? 3人彻底失去了信心，他们被困在这里。到了傍晚，房门自动打开，小黑带着2人去看看阿杰怎么样了，希望他能够回头是岸。他们在客厅找到了阿杰，可是他一句话也不说，3人就走了进来。突然客厅四周被封闭了，没有人能够走出去，然后阿杰就开始劝说他们，现在上网只能做一件事情，那就是把通灵游戏直播做完，其他的什么也做不了，更别想离开这里。接着阿杰又是威胁又是利诱，3人只好屈服。
随后开始了通灵游戏。小美就在游戏直播中想报警，可是说了个开头就被阿杰打断。现在他们有 3.5 亿的观众在收看直播，四人齐声念着咒语。这时已经有 6.6 亿的观众收看直播。小美发现阿杰神态怪异，于是站起来提醒大家。Steven, shut it down! Don't you see what's happening? All those millions of followers. We've opened up the gates to hell. 哇塞！阿杰不但是打开了地狱之门，而且释放了这里最大的恶魔，就是那个老鬼。随后阿杰已经就不是自己了，他先掐死大乔，接着用肩膀顶断小黑的脊椎，最后阿杰承认是他淹死了茱莉亚。就在阿杰把小美压倒在地上要图谋不轨之时，小美捡起一把匕首，严重捅伤阿杰肚子，起身跑到其他房间。阿杰一路追了过来，茱莉亚附身在小美的身上，双方搏斗起来。最后茱莉亚现身，可把阿杰吓一跳。接着那些被阿杰杀死的鬼魂都出来找阿杰报仇，小美趁机找到了钩芒，最后捅死了阿杰，小美也被打晕了。到了第二天早上，小美赶紧离开这栋鬼屋，梅姨为小美加满了汽油，给了她车钥匙，让她赶紧离开这里。没错，阿杰是死了，但是他也变成了这栋房子里的最大恶魔。影片到此基本结束。我认为本片拍摄的还行，满分5星我给打分3星半。本来这个剧本的设定非常的有创意，叙事结合可发挥的空间会很大，尤其是那只被叫出来的恶魔，完全可以打造一下啊。然而毕竟是小成本制作，白下了这个好剧本。好了，谢谢大家的捧场。